来了一条闽鱼，大闽鱼啊！这条是野生的赤嘴闽鱼。这条够大条，应该要10几斤，接近20斤应该有的吧？好久没有捕到这么大的赤嘴闽鱼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脑打彪哥。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啊，天还没亮，准备出海去捕鱼啊。今天是去近海捕鱼，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捕到一些大黄鱼啊。外海是去不去啊？去不了啊，因为晚上就刮风了，下午就刮风了，还不用说晚上，所以只能去近海啊。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差不多就可以出发了。基本上去近海的渔船都是这个时间点出发的，因为也都是这个时间点潮水刚涨上来。我们把机器启动一下，也就可以出发了。心照不宣，太多幸福的语言，魔法般统统实现。你的积极乐观，小挫折都变平坦，帮这句话未来向前看。刚把全部的网放完啊，已经是9点多了。从6点多到现在，经历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然后现在船刚停泊下来啊，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先吃个午餐，吃完午餐差不多时间就过去拉网了，希望能捕到一些大黄鱼吧。好了，现在先冲洗一下甲板。今天大部分的渔网也都放在这个小岛的附近，海水也不算是特别的清澈。准备先做个不知道是午餐还是早餐的，早餐还没吃，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吃午餐了。今天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的渔船也是特别的多，看起来至少有个20几艘吧。中午的11点半啊，现在机器刚启动，吃过午餐之后就准备过去拉网了。吃个潮水刚到，准备过去拉网，希望大黄鱼多多吧。近海拉网还是比较早的。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吧。可惜的是，大概下午的3点钟就开始刮风了，所以就在近海这边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捕到大黄鱼之类的吧。海红斑也行哦。今天的海水看起来不算清澈，又不算浑浊，就不知道海底下的海水是比较浑浊还是比较清澈，就看拉上来的大黄鱼的颜色了。如果大黄鱼精致一些了，就是海底的海水比较浑浊。如果拉上了大黄鱼比较白色的话，那就是海水比较清澈了。还有一种就是一边白色一边金色。好了，第一片网是空网啊，一条渔获都没有，连石头都没有啊，真干净啊这个网。才刚说没石头，他就在第2片这个网给你上一块石头给你看。但是我也说了一条鱼都没有，你怎么不来渔获呢？我说大黄鱼跟海红斑都没有，怎么也不见你来啊？好气啊，偏偏跟我反着来，连续的4、5片渔网，一条渔获都没有了，能不能来一些呢？你不会真的是一条渔获都不给我吧？10几片渔网都没有渔获了。这个网真的是超干净哦，连基本那种石头蟹都没有哦。近20片的渔网，一条渔获都没有，奇了怪了。连一只石头蟹跟白花鱼都没有啊！近海捕鱼真的太难了。还是等天气晴朗一些的去外海的好吧，没办法了。第2块石头也来了，但是连石头蟹都没有，来石头也没用啊。好吧，这个网也就拉完了啊，一条渔获都没有啊，网拉的也是特别的快。这么多的渔网，一条鱼都没有，这下子就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了。第1个网拉完了啊，第1个网空军啊，空军我就不多说了，啥渔获都没有。寄希望在其他的渔网吧，没什么好说的。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啊，希望下一个网上一些渔获吧。也是只能寄希望在其他的渔网了。今天天气这么好，为什么没有渔获过来呢？难道不要刮大风，你们才会有一些渔获过来的吗？开始拉第2个网吧，第2个网是大网啊。
也希望这大网能来一些大货，最好来一些大条的大黄鱼吧。没有大黄鱼的话，大红斑也行吧。大红斑也没有的话，山刀也行。实在没有就来一些大真鲷、大黑鲷之类的吧。好的，大网拉上来，先上来一块大石头。每次都是事与愿违啊！来了一条闽鱼，大闽鱼啊！这条是野生的赤嘴闽鱼。这条够大条，应该要10几斤，接近20斤应该有的吧。好久没有捕到这么大的赤嘴闽鱼了。去年的时候也好像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捕到了一条超大的赤嘴闽鱼，那一条赤嘴闽鱼就直接卖了12000了。这条比较小条啊，就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了。但是由于好久没有捕到这么大的野生赤嘴闽鱼，不知道这种1斤能卖多少钱呢？不过这条还是属于比较小条的吧，价格就高不到哪里去。看来运气还是不错的大网。如果这一条要是大黄鱼，那就真的是发财了，我就直接休到过年后了。又来一块大石头，而且越上越大块啊，太给面子了。渔货怎么没见你越上越大条呢？石头却是越上越大块，什么意思嘛？好像一说你就生气一样，现在连石头也不给我了。才刚说完你就真的又来一块石头，太给面子了吧？想想我都想笑出来了。看来这个网真的是渔货不够，石头来凑啊！而且是1块不够的话，来多几块的那种。上一次外海的大网收获挺好的啊，不过近海就不一样了。近海的大网只有石头过来，近海连小网都没有渔获了，就不用说大网了吧。不过好在上了一条赤嘴闽鱼了，旁边这里也是有渔船在拉网，也看它没有渔获啊。真的不能再给我点面子，来多一点渔获吗？来条大条的大黄鱼可好？好的，我已经连续收到你的回应了，你真的是空啊！哟，后面终于来了一条渔获啊，是一条黑鲷哦。这一条黑鲷也是挺大的，应该有个接近2斤吧，现在1斤也是有50块钱呢。不过仔细一看，又好像是白蜡鱼，到底是黑鲷还是白蜡鱼？我要细看一下。这么一看就应该是条白蜡鱼了，白蜡鱼比较便宜，1斤就40来块钱，比那个黑鲷要便宜10块钱啊。不过这一条拿来清蒸也是刚好清蒸成一盘，味道肯定挺不错的。这边也是连续的不上渔获了，而且网也快拉完了。这一个就是海象皮啊，长得确实是挺像海参的，但是这种不是海参啊，也不能吃。抓网马上网也就拉完了，渔获真的不多，整整2000米的渔网就上了2条渔获。不过好在2条都是大货啊，而且其中有一条赤嘴闽应该要接近10斤或者10来斤吧。具体那条赤嘴闽能值多少钱，也只能等到回去卖了才知道啊。这个小几百块钱应该肯定是有的吧。第二个网也是拉完了，第二个网是大网啊，上了2条渔获都是大货。第一条是条闽鱼啊，赤嘴闽鱼，有个11、2斤吧。这样的赤嘴闽鱼不算大，价格就高不到哪里去，最多也就值个油钱而已啊。还上了一条白蜡鱼，白蜡有个1斤多吧。2条鱼加在一起，估计也就油钱多一点而已啊，值不到什么钱，没办法。只能寄希望在后面2个网了。然后后面2个网的视频，下期要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观看啊！我是拿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关注哦，谢谢大家。来了一个大章鱼，它还拼命的想逃跑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拿岛彪哥，今天是开海捕鱼的第2天了，现在已经是7点半了。昨天2点钟才回到家里洗澡睡觉啊，然后现在7点半又要出海了。也是前往外海啊，这次过去就要去那边住个2天1夜了，然后马上把船启动一下就出发了。
网已经放完了啊，船也停泊下来了。开出来到外海的加放网的时间经历了大概要4个多小时啊。然后现在中午了，准备吃个午餐。网的话大概是天黑了左右再过去拉网了。这个休息的时间也够长啊。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啊，万里晴空。带了点猪肉下来，中午就吃这个猪肉粥了。趁着煮粥的间隙，我们先喝泡潮汕功夫茶解解渴。休息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已经是6点多了啊，太阳已经完全下到海平面下去了，月亮也已经是高挂在空中了，晚霞还是挺漂亮。天渐渐黑下来了，然后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前往我们把网放下去的位置过去拉网了。希望接下来渔获多多吧。还特意带了好几片新网下来替换。好了，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啊，希望渔获多多。网拉上来就有渔获，是一条小剥皮鱼。今天的网也是放在小剥皮经常出没的地方，所以应该小剥皮也是不会少的。夏天的目标鱼种主要还是以捕小剥皮为主吧，因为这个季节水温比较高，小剥皮它就比较多。而且在这些渔获当中，小剥皮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泥猛来了一条啊！哇，这个刺豚鱼还吐着口水呢，哗哗直流啊！天黑之后，渔获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季节虽然泥猛也是比较多，但是价格上是没有小剥皮鱼高的。现在一斤应该有20几块钱，但是小剥皮鱼现在一斤就要40块钱左右。现在刚开海捕鱼不久啊，渔获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小剥皮鱼。小剥皮一来就是2、3条、2、3条啊，下面还有一条香头。我们这样子的网还是比较适合捕小剥皮鱼的。最近的柠檬也是挺肥的，味道也是挺好的。我们这边拿来煮酸梅挺好吃。天是越来越黑啊，外面已经有灯华捕鱿鱼的渔船灯开始亮起来了。天黑之后，这些杂七杂八的鱼货也都开始多起来了。海鲤鱼，最近的海鲤鱼都是挺大条，也挺肥的。这一个是寄居蟹，哇，今天的网虾真的是够漂亮。海上看网虾真不是一般的美。夹鲫鱼啊，最近的夹鲫鱼开始多起来了，所以遇到都是这样一整群一整群的啊。不过小条的我们就把它放生了，让它再长长。像这么大条的就可以留下啊。最近的英格鱼数量就比较少啊，偶尔也就上来这么1、2条而已啊。价格一般都是40块钱左右吧，有时候40块钱不到。这种一跳一跳的泥猛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要被它的刺刺到了。小剥皮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大部分都是回游的新剥皮鱼，连19公也过来凑热闹的。墨鱼也来了一个啊，这2天捕到的第一个墨鱼，看起来不算大个吧，应该有个2斤左右。现在价格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这一条是真鲷，就不是加鲫鱼了。软丝来了一个啊，这种是长尾鱿鱼，跟我们常见的那种火箭鱿鱼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毕竟现在才刚开海捕鱼不久啊，鱼货还是比较多。一拉上来都是2、3条、2、3条，鱼货资源还是挺好的。今天捕到的小剥皮也是够多啊，上了已经有50、60条了。来了一个大章鱼，它还拼命的想逃跑啊！要用这种网袋把它装起来，然后养到活舱里面，要不然它会把其他的鱼给咬死的。毕竟活舱里面养的鱼也是挺多的，不能因为一个大章鱼把活鱼给咬死了，那就亏大了。漂亮的观赏鱼来了一条啊，把它放生了吧。这条加鲫鱼太小，把它放回海里面再长长。突然也是来了好几条泥猛啊，够肥的这些泥猛。你们那边有什么泥猛的做法比较好吃的吗？这一个是海象皮，长得跟海参差不多，但是不能吃。最近的海鱼也是都比较大条啊，看起来就是够肥那种。也是突然有一点点风浪过来了啊，虽然不大，但是还是比较摇晃。上了这么大一群小加鲫鱼，太小了，直接放回海里面去。这个网的鱼货还是挺不错的啊，连这些海鲤鱼都上了好几条了。泥猛也是上的比较多，特别多的是小剥皮鱼。我去，这边网是被藏乱的啊，要整理一下子了，被那些笼子压得这么乱。好了，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除了有10几斤的小剥皮在活舱里面养殖，其他的鱼也就这么多了。这个网也是有个20几斤的鱼货吧，还算可以吧。小剥皮的数量比较多啊，有个70、80条，10几斤吧。第一个网拉完了，第一个网收获并不多，小剥皮多一些而已啊，上了应该有10斤左右的小剥皮，加上其他的鱼货在一起，大概是10几、20斤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海红斑啊、三刀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有墨斗跟这个软丝墨鱼啊，收获一般般吧。这只是开海捕鱼的第2天而已啊。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然后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分享给大家看吧，也谢谢大家观看啊。我是脑打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哇，后面来了一条大红斑，这条红斑超大，应该有个2斤多，有可能要接近3斤，发财了，发财了。好了，大家好，我是脑打彪哥，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3个网啊。前面2个网的收获也都一般般吧，没有特别多，也没有特别少，关键是没有特别值钱的鱼货啊，这就是一个大遗憾。
然后现在过去拉的第3个网，希望能来一些值钱的鱼货吧。没有值钱的鱼货的话，来多一些鱼货也挺不错的。杂七杂八的鱼多来一些，小剥皮什么的都多来一些。然后现在快要到达放网的位置，准备把网拉上来。前面2个网捕到养活的鱼货还是挺多的，小剥皮、大剥皮的。跟我们一起过来的另一艘渔船已经准备过去拉网了，我们也是差不多了。太阳也完全下到海平面下去了，只剩下这一丝网霞了。天也差不多完全黑下去了，现在开始拉网啊，希望鱼货多多。第3个网是由大网跟小网组合在一起的，前面是小网，然后后面是大网啊。前面2个网到目前为止没有值钱的鱼货啊，看第3个网怎么样吧。看来不怎么样啊，先来一个不值钱的大海星。如果觉得一个不够的话，那就再来一个吧，真的是讨厌到极致。来了条牛尾鱼啊，这条牛鱼看起来算是挺大的吧，有个接近2斤左右。晚上的网估计就会比白天的网鱼货多一些，毕竟有很多鱼货都是晚上才出来活动的。我去，这一会儿都上了3个这种大海星了哦。看吧，晚上的真鲷都要比白天的大不少啊，有个1斤多吧。大真鲷就要比小真鲷好卖得多，价格少说都是要小真鲷的2、3倍呢。小剥皮的话，大部分都是白天连上网的，连活点鱼也来了一条。最近的活点鱼比较少，而且看起来也没那么肥啊。放在礁石区的渔网就是容易刮破，破了一个这么大的洞。礁石区的泥猛应该也会多一些吧，而且也是要大条一些。1条观赏鱼加2条小真鲷，小真鲷的价格现在是1斤20几块钱，价值不高啊。观赏鱼就要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我们这边是没人要的，也不好吃啊。今天的小剥皮大部分是在深水区活动，在礁石区活动的还是比较少啊。哟，这里是来了一条青衣哦，后面还有一条大香头。这条青衣看起来还是挺大条的，应该有个2斤出头吧。青衣的价格也还行，1斤能卖到100块钱左右，这条折200了。香头就比较便宜啊，像这种大香头1斤能卖到40块钱左右，小香头就只有30块钱左右。这一个网不管是大条的香头也有，小条的香头也有啊。来了一条黄鲫，应该也是今天的第1条黄鲫。泥猛剥皮鱼加小香头，晚上的网鱼货就多一些哦。而且这条泥猛也是挺大条的，看起来是肥嘟嘟的。泥猛虽然价格不高啊，但是却属于怎么做都比较好吃的一种鱼，也算是经济实惠又好吃的一种鱼啊。剥皮鱼养活的价格都有泥猛的2倍了，不过潮汕人还是比较喜欢吃剥皮鱼的。老虎鱼来了一条啊，波折比较小。最近外海这边的老虎鱼比较少，偶尔一个网就能碰到1、2条而已。好像最近每一次出海也就只能碰到1、2条吧，但是价格却挺好的，一直维持在150块钱没有变过，什么时候都是这个价格啊。即使连最近的鱼货开始涨价，它也没有涨价。这个价格比钻石还很久远呢。再来一条活点鱼，这网的黄鲫数量也不多，是来了第2条而已啊。活点鱼也是第2条啊。这个季节的黄鲫要比活点鱼好吃一些，因为黄鲫比较肥，但是活点鱼最近不是算肥吧，但是肉质比较普通。小真鲷的味道就比较一般啦。红鱼啊，我就说最近偶尔都能也上来1、2条红鱼呢。1条黄鲫加1条银鸽鱼，黄鲫价格会比银鸽鱼好卖一点点啊。大条跟肥一些的黄鲫价格现在能卖到50块钱左右，但是银鸽鱼只能卖到40块钱左右，相差个10块钱吧。
如果这两种鱼给我选，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黄鲫，因为英哥鱼肉质比较淡。这边倒是连续的来了好几条黄鲫呢，但是都不大条啊。小条一些的黄鲫就便宜一些，一斤就40块钱左右。黄鲫是越大越好吃啊。小剥皮也是越大越好吃啊，但是小剥皮长不到特别的大，长到1斤左右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了。但是小剥皮大小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啊，像这种龟壳的小剥皮就是比较普遍的，一般来说都是2、3两这样子，都是最普遍的，很少见到长到8两到1斤左右的规格，但是我们却真的捕到过。像这一些大条一些的就能达到4两到半斤。一会儿全部来都是这种小真鲷，这是咋回事哦？这个网好歹也来了一条大真鲷啊，后面不是更加要来大真鲷吗？看，又是这种小真鲷，加级都要比小真鲷要好卖，而且加级都要比小真鲷好吃一些。好像这个网也上了好几条英哥鱼了吧？上面是一条黄鲫哦，是一条黄鲫，也不大条。今天的黄鲫好像显得都比较小条一些哦，也没有上一次过来外海的那么大条了。而且好像数量也没有上一次过来外海的那么多。连白花鱼都来了一条，近海的渔获来了一条白花鱼。要是能在外海这边捕到黄花鱼，那就好玩了。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的。这一个网的海星是真的多，都上了好几个了。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中海星，把它弄出网都困难。目前为止，这个网的渔获还是挺多的，但是还是没有值钱的渔获过来啊。已经是连续的3个网没有遇到值钱的渔获了，值钱的渔获都躲哪里去了？礁石区连石斑类的都没有啊，山刀也没有。黑鲷倒是来了一条啊，这条黑鲷有个1斤多吧。而且这个季节也是吃黑鲷的季节啊，挺肥的，是吃黑鲷跟真鲷的季节。哇，后面来了一条大红斑，这条红斑超大，应该有个2斤多，有可能要接近3斤，发财了，发财了！而且现在的红斑已经开始在涨价了，而且是要一直涨价到过年前的，现在已经是700块钱1斤了，再大条一些能卖到800块钱1斤，过年前就能差不多涨价到1000块钱左右1斤了。运气不错啊，终于来值钱货了，也就是说这条至少能值个1500左右吧。具体要看2斤多到哪里去，看来也只能是网上的网才能捕到这种海红斑啊！把前面2个网的运气也都聚集在这个网了，这一条海红斑就要抵其他的渔获好几十斤的呢。再来一条这种大黑鲷，这条黑鲷要比前面那条大一点，这条要2斤出头啊！这条不仅比前面那条大，而且要比它肥，看它肚子都是圆鼓鼓的吧？清蒸刚好吃一餐。哇，连超大的真鲷都来了一条，运气开始爆棚了哦！这条大真鲷够大条啊，应该要达到5、6斤吧，肯定是有的啊，又大又肥。像这一种规格的真鲷，1斤就要卖到60几块钱到70块钱之间了。这条要是拿来吃生，绝对是非常好的食材，又大又肥，绝对好吃。但是如果拿来清蒸，肉质就会比较柴一些，看着都流口水了，味道肯定不错。没想到上完海红斑之后，却连续来了好几条大货，也是挺不错的吧。又是一条大真鲷了啊！后面这一段网是大网啊，就连续上大货了。看来还是大网的惊喜不断啊！这条真鲷就要小条一些，应该要2斤出头吧。2斤出头的真鲷拿来清蒸就不错，但是大网就不会像小网那样子连续的来渔获。这里倒也来了3条黄鲫，3条一起来的。
难道是三兄弟出来游玩，然后遇到我的渔网了？再来一条大货，后面是一条胡椒鲷哦，应该也是要2斤到3斤吧。这个季节的胡椒鲷也是挺不错的啊，虽然不肥，但是肉质也是挺紧实的。胡椒鲷刺身也是挺不错的食材，不过拿来红烧也是挺不错。哇哈！再来一条金枪鱼哦，大网就是大网啊，连捕上来了金枪鱼都是比较大条的。上一个网是来了一条5、6斤的啊，这一条估计也是要2斤多吧。最近的金枪鱼已经有减少的迹象了啊，没有前面2次的那么多了，有一次是捕到了40、50斤呢。还有啊，再来一条金枪鱼，要来就一起来。这条也是挺大条的，这一条也是要2斤多，因为金枪鱼是比较显重的。不过价格就不是很高了，这种大条的金枪鱼1斤是能卖到35块钱啦。但是不知道这期回去卖会不会涨价一些，因为最近的鱼货大部分都开始涨价了。正拉得起劲了，这个网也就拉完了，鱼货还是可以的。这一个网的大货还是挺多的，小鱼货也是不少。关键是还有一条值钱的海红斑，至少都能值个1500以上，加上其他的鱼货都要达到2000多了这个网。而且这个网大金枪鱼、大真鲷、大黑鲷都有啊，我觉得能直插3000块。好的，现在还是要给那些捕上来的小剥皮打一针啊，放一下气啊，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养活着回去卖啊。第3个网也是拉网了，第3个网也是挺不错的，上有够多的这个黄鲫也挺多的，还有真鲷什么的都有啊，大货也是挺多的。虽然不是大网，但是上了挺多的大货，胡椒鲷、真鲷什么的，还有黑鲷，黄金枪鱼什么的，还关键是上有一条海红斑，有个2斤多海红斑，能值个1000来块钱吧，差不多。总体说挺不错的，应该能值个2000块钱左右吧。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希望下一个网是再接再厉，来多几条这种大黄鱼、大红斑啊。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我是脑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外海捕鱼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一货来就是一大群的，不管是值钱不值钱的，它都是一整群的来，不错。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岛彪哥。早上的4点钟，这么早出发，很多渔船已经出发去捕鱼了。我以为我们是够早了，别人比我们还早啊。现在整个渔港都是机器的声音，然后我们准备赶紧把机器启动一下要出发了，别等一下去到位置没有位置放网啊。好了，赶紧出发吧。网已经是全部放网了啊！今天特意跑过来外海这边，因为近海那边没地方放网啊，因为太晚下到船上去了开到出去位置已经被人家占光了，在近海的位置没有位置放网的话，慢慢开就往外海这边开了。因为晚上就刮风啊，所以今天拉网的时候就会比较早，应该估计要3点多就开始拉网了拉网差不多7、8点钟吧，7、8点钟就要准备返航回去了。10点钟左右，因为就刮风了，所以要提前返航回去，不能等大风过来再回去嘛，也不可能在半路上遇到风，也是挺麻烦的。风过来前的捕鱼，希望能捕多一些鱼货吧。然后现在准备先吃个早餐吧，早餐还没吃呢。每一次把网放完之后，就要把甲板冲洗一下，因为甲板上还是比较脏的，贝壳跟石头比较多冲洗一下，保持干净。中午的2点半现在潮水刚到但是外海这边其实不上网要等到晚上拉网才好但是其实晚上的时候有刮风，所以只能提前拉网看能不能捕多一些鱼货吧。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网了。放网的位置离船停泊的位置也不远了，所以一过去就到了。今天天气阴阴的还有点小雨，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好了，现在网也拉上来了希望渔获多多。
最近的天气也比较奇怪，一晴朗都是一天的，就没有晴朗2天以上的，一般都是半夜就刮风。如果半夜里刮风就可以过来外海了，下午刮风就只能在近海了。先上来一条泥猛鱼加一条观赏鱼，这么早拉网啊，就看能不能上多一些剥皮鱼跟泥猛鱼之类的吧。其他鱼货就不用想那么多了，白天的网杂七杂八的鱼比较少。这一个网是放在小岛的旁边呢，所以石斑类的应该也会有一些吧。小剥皮也是来了2、3条了，今天的小剥皮要比上一次过来外海的要大条一些，看起来也是要肥一些啊。且最近的鱼货大部分都开始涨价了，小剥皮估计也是要涨价了吧。这种原生剥皮上一次养活着回去卖已经只是卖到65块钱了，在年前应该可以涨到70块钱到75块钱之间，不过要养活了才能值点钱啊。泥猛鱼就养活跟不活都是一个价了，所以就不用特意去养它了，都是30几块钱。泥猛鱼就是使用成群的活动啊，一来都是一大群的，连香头也有啊。这个网才刚拉没多久，鱼货还是可观的，而且鱼货基本都是活泼乱跳的啊，肯定也都是刚年上没多久的吧。解泥猛要小心点啊，不要被它的刺刺到了，有点微毒，被刺到要痛很久的。现在以香头跟泥猛为主啊，泥猛鱼就是长这个熊样啊，而且泥猛鱼是没有鱼鳞的，要杀鱼还是比较简单的。外海这边的泥猛鱼还算是挺大条的吧，有一些大的要达到2斤了，小条的都要半斤以上啊。而且今天的泥猛鱼看起来都是挺肥的，肚子圆鼓鼓的，应该是满肚子的油，肯定很美味啊。小剥皮也是啊，隔了几天没过来外海了，小剥皮应该也是长肥了不少啊。白天的网啊，主要还是捕多一些小剥皮，还是比较值钱的。老虎鱼啊，这条老虎鱼看起来是挺大条的啊，也算值钱货了。这条至少要7、8两啊，算是大老虎鱼了。小岛旁边这种剥皮应该会比泥猛鱼少一些啊，但是数量应该还是可观的吧。小剥皮还是比较好活的，所以即使到网上也是不会挂。这种原生剥皮主要也是销往潮汕地区啊，所以一般都要养活着卖啊，如果挂掉了就不值钱了。这一会儿来的数量还是挺多的哦。小剥皮是属于比较清甜的鱼种啊，没有硬刺，而且连骨头都是酥的，很适合小孩子吃。基本除了主刺之外也没有什么小刺的。这一个是软丝墨鱼啊，看起来不算大，留到晚上煮面条吃吧。这一会儿除了小剥皮，也就是泥猛多一些而已了。潮汕人喜欢拿小剥皮煮粥或者煮汤，但是煮粥的话一定要用这种原生的剥皮才好吃，因为这种原生的剥皮要比那种扁生或者长生的鲜甜得多，而且肉多得多，口感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偶尔都有几条这种小香头上来啊，但是数量不多啊。观赏也是偶尔来1、2条而已，小剥皮数量就比较多，观赏鱼一般都是放生了的。解鱼也是要有一定的技巧啊，不是硬把网刺破就把它拿出来了，还是要保留网的完整性。今天的第一条海鲤鱼啊，不过看起来挺小的。最近的海鲤鱼比较少啊，偶尔都是一个网上来个1、2条而已啊。因为毕竟也不是海鲤鱼的旺季，夏天的时候才是啊。小真鲷来了一条，这个季节大真鲷比较多，怎么光来小真鲷啊？一条大真鲷要抵好几斤这种小真鲷呢。网拉了差不多2/3了，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鱼货过来啊。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捕到龙虾了吧？海红帮倒是偶尔能来个1、2条呢。大山刀也有捕到过，而且上一次外海还捕到那种石鲷鱼也是挺值钱的。
就差来一些大龙虾了哦。而且按道理这个季节的龙虾应该挺多的啊，龙虾基本也都是在这个季节活动啊，但是今年怎么这么少，连龙虾都没有遇到。去年的这个时间还遇到龙虾群呢。看来要找个刮风后的天气，然后去龙虾湾那边转一转，放个网，看能不能捕到一些龙虾过来吧。后甲鱼来了一条啊，也是今天的第一条。香头也来了好几条啊，但是数量也不算多吧，而且都是小香头啊，价格就高不到哪里去。外海捕鱼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一货来就是一大群的，不管是值钱不值钱的，它都是一整群的来，不错。这一大群以泥猛为主啊，中间夹杂着一条这种小香头，还有一条这种网格河豚啊，有个6、7条这个泥猛鱼吧。没想到这个白天拉网比上一次外海还要好一些啊，上一次外海就没有遇到这么一大群的泥猛鱼过来。不过今天的海水依然是比较浑浊的啊，比上一次外海要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依然还是那种赤潮的海水天气，整个海面是长满了赤潮，所以一直想是渔获多不到哪里去啊，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啊。不过以泥猛鱼为主啊，英哥鱼好像是这个网的第一条吧。这条英哥鱼看起来也不大条，而且也不是那么肥啊。今天的小真鲷就没有上一次外海那么多了，偶尔来个1、2条而已啊。但是大真鲷就还没有遇到过啊。值钱的渔获咋还不过来呀？连刺豚鱼这种要放生的都过来了。一次出海捕鱼有没有值钱货还是很重要的。再来一条这种英哥鱼啊，也就是第2条而已。像这样的英哥鱼，现在一斤估计也是要30、40块钱呢。一条观赏鱼带着2条泥猛鱼就这样过来了。今天白天的泥猛鱼还是挺多的啊，看来这小岛附近都是以泥猛鱼为主，小剥皮还是比较少，好像也就捕到了应该有个20几条的这个小剥皮鱼吧。这种是长着个塑料壳的网格河豚，也叫香豚，一下子也是又来了好几条渔获呢。大剥皮也来了1条啊，大剥皮就值钱一些了，虽然没有小剥皮那么值钱，但好歹它大条啊。天气晴朗啊，就有大渔船在外海这边作业了，但是看起来数量也是比较少的吧。网也差不多快拉完了，今天这个网的渔获数量还是可观的吧，比想象中白天的网要好一些啊，起码泥猛来了不少。好的，这样子这个网也就拉完了，网还是比较长的吧，有这么一堆呢。除了那些养活的鱼之外啊，渔获还是堆了满满的一堆，把它们捡起来还是有个1筐加1桶吧，这1筐就要满满的1筐了。好的，现在准备把这些渔获拿去冰箱那边用冰盖着保鲜住了。第一个网拉完了啊，第一个网收还可以吧，虽然算不上特别多的渔获，但是相对白天的网来说，已经是很丰收了吧。泥猛鱼比较多，不知道泥猛鱼涨价了没有啊？这么久没过来外海捕泥猛鱼啊，这次捕到这么多泥猛鱼，不知道涨价了没有？小剥皮也是还可以，数量比较少吧，相对夏天的话数量比较少。小剥皮就应该会涨价一些啊。香头还有海鲤，还有这个英哥鱼也各有一些啊，但数量不多，也没有什么值钱的渔获过来。龙虾、海红斑什么都没有啊，连山头都没有啊，估计是水还是比较冷吧。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啊，希望下一个网能比第一个网好一些吧。好了，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观看啊！我是脑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
哦，后面是来了条大金枪鱼啊，看起来是挺大的，应该有个4到5斤吧。诶，嘴巴还是一张一合的，貌似还活着。好了，大家好，我是脑打彪哥，现在是准备拉我们这一趟过来外海的第2个网啊，因为是白天的网啊，所以只能留2个网在晚上。现在过去拉也是白天的网啊，第2个网也依然是小网，希望能比上一个网好一些吧。上一个网收获已经是按白天的网来说算是挺不错的吧，虽然没有之前的渔获，但是收获还可以。第2个网依然是小网啊，而且也是白天的网，所以渔获跟上一个网差不多就行了。渔获差不多的同时，多来一些值钱货就够了。能来一条大红帮就是最好的了。没有大红帮的话，大三刀、大龙虾也来一点也可以吧，要求不算高吧。如果这都还不愿意的话，那就跟上一个网那样的收获就行了吧。这一个要求就非常的低了吧。一条小真鲷加一条泥猛鱼，后面再来一条小香头，这一下子3条渔获是3种不同的鱼种啊。后面再来2条这种小剥皮，第4个不同鱼种了。这个网的小剥皮好像没有上一个网的那么大条，但肥的程度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肥，肚子都是圆鼓鼓的。咦，这一回倒是连续的来这种小剥皮鱼哦。小剥皮还是比较容易解出来了，因为网没缠得特别的乱，解出来然后放到活箱里面先养活着。小剥皮还是比较容易养活的啊，因为它没有鱼鳞，但是它的外表却是比较坚硬的。为什么叫剥皮？就是因为要把它的皮剥掉才能吃。这一个网没有放在小岛的旁边，但是好像小剥皮也挺多。现在这种养活的原生剥皮已经是要卖到65啊，这是回去估计要涨价了。越临近年底，渔获的价格就越高啊。观赏鱼挺漂亮的，不过我们这边没人要，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我也没地方养它啊。上一个网的泥猛鱼就挺多的，但是貌似这个网比较少一些吧。上一个网来泥猛鱼一来都是3、5条的，但是这个网好像只来1、2条而已啊。连小剥皮都好像要比泥猛鱼多一些吧，但没有泥猛鱼那么大条而已。小剥皮的嘴巴粉嘟嘟的，而且是樱桃小口哦，看起来是挺可爱的啊。没想到它要落入别人的餐桌了，因为它的味道也是挺不错的。想想又挺矛盾的是吧？哦，这一会全是小剥皮啊，比柠檬多一些。看来今天的小剥皮都在深水区这附近活动啊，在小岛旁边的还是比较少。礁石区更多的还是泥猛鱼啊，深水区的泥猛鱼就比小岛旁边的泥猛鱼少很多。很明显的就是没有成群的活动啊。看来深水区的观赏鱼也是比较多，但是多也没用啊，一样也是把它放回海里面去。我们这边没人要的，还是上多一些泥猛鱼跟小剥皮实在一些啊。不会这个网又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吧？好歹来几只龙虾或者大三刀也可以嘛。像上次外海那种石鲷鱼也行，或者来多一些这种小剥皮也可以吧。小真鲷不会这个网也是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吧？值钱的鱼货可是在我们放网捕鱼中占了比较重要的一个比重，出一次海有没有值钱的鱼货还是比较重要的。今天捕到了这种海星好像比较少吧，但是海星是最好不要来啊，因为又不值钱又难解出网的。我们本来就比较讨厌上海星。这个网的小剥皮还是比较多的哦，香头加柠檬组合，这2条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大。小剥皮虽然比它们小一些，但是好在它值钱啊。柠檬跟香头都是差不多的价格啊，一斤都是30块钱到30几块钱。小剥皮的价格就差不多是它们的2倍了，而且最近都是有涨价的趋势，数量越来越少。夏天才是小剥皮的旺季啊，但是冬天的好像比较肥一些。哟，这条后甲鱼也来了一条。
这里是有一条小剥皮卡在轮毂那边的，要把它拿出来才能继续拉网啊，要不然网会被它拉破掉。海象皮啊，外海这边海象皮好像比较少啊，不能吃的。长得是挺像海参的啊，但其实不是海参，不能吃，把它放在海里。哇，这里倒是来了4、5条鱼货啊，后面还带着一条小剥皮鱼。好像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的小剥皮已经比上一个网要多了吧？上了好像应该有个近30条了，上一个网才20几条啊，还以为是老虎鱼呢，拉近一看，其实是一条飞鱼啊。石头是鱼的老窝啊，所以直接就把它丢回海里面去，继续做鱼的老窝，这样鱼才会比较多。这里的画面就可以看到海水是比较浑浊的吧，海面长满了这种赤潮。长满赤潮的话，就会导致鱼货不经常出来活动，所以鱼货就会相对少一些。特别是值钱的鱼货更不舍得出来了。这一个网还好有小剥皮坐镇啊，泥猛鱼比小剥皮还要少，小剥皮应该要30几条了。这一条是红鱼啊，最近的话好像每一次出外海都能捕到1条或者2条这种红鱼啊，数量不多，也就1条或者2条而已。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今天按目前这2个网来看，鱼货还是比较可观的吧。鱼货虽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总有一些鱼货是比较多的。这一个网是小剥皮比较多，上一个网就是泥猛鱼比较多。虽然都没有值钱货，小剥皮我喜欢拿来红烧啊，又能入味，而且肉又细腻，甜味也是充足啊。潮汕地区的做法就比较喜欢拿来煮粥或者煮汤，有一些就拿去清蒸，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泥猛鱼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一种鱼了，而且价格也不贵。黑鲷也来了一条啊，不过这条黑鲷看起来是比较小的吧，估计也就1斤左右。黑鲷3、4斤的都经常有啊。这种1斤到2斤龟壳的就比较多。这一个网的小真鲷也来了好几条了，但是2个网都没有大真鲷过来啊，也都是小真鲷而已啊。赶紧去把你爷爷辈的叫过来啊，爸爸辈的也行。一些真鲷大的能长到10来斤了，看起来是非常的大，而且价格也是这种小真鲷的好几倍以上。这都是来了第4条这种观赏鱼了吧？观赏鱼通通都是回归大海去吧。19公，19公，好像是这个网的第1条19公吧。最近不管是近海还是外海，都有一些19公过来。好像19公的旺季也是快到了，可以没事就去钓19公了。19公肉质还是比较鲜甜的。19公也是属于石斑类的，但是长不到特别的大。条3、4两的19公就属于比较大条的了。后面是来了一条大金枪鱼啊，看起来是挺大的，应该有个4到5斤吧。嘴巴还是一张一合的，貌似还活着。一次的金枪鱼卖已经1斤35块钱了，这次回去估计还要再涨价一些，数量没有上次多了。这一条可以先养活着啊。这边是有2艘大铁船一直在外海这边转圈圈。网也快拉完了啊，这一会儿也是来了挺多的这种小剥皮鱼的。这个网也该满足了，小剥皮来了应该要40条左右了。还来了一个大海星，带着一条大鹰哥啊。这种大鹰哥比小鹰哥好卖一些，价格要贵个5到10块钱，1斤要50块钱左右。鹰哥鱼的肉质比较淡，而且比较松散，所以要煎制一下，然后香煎是它很好的一种做法。而且要连着鱼鳞一起香煎，吃它的鱼鳞有一种吃妙脆角的感觉。大海星我们就不要了，直接把它解出来放回海里面去。好吧，就这样子，这个网也就拉完了吧。鱼货还算是可观的吧，现在海里面就剩下2个网了。虽然表面的鱼货比较少，但是小剥皮比较多啊。
有个40-50条的小剥皮鱼呢。小剥皮都养在火场里面啊，准备把它们捞起来，给它们打一针，给它们放一下气压，来一针，祝它们身体健康。简单的分拣一下，然后就拿去冰箱那边用冰盖着保鲜住了。这一个网的泥猛鱼就比上一个网少得多，就半筐而已。这一个网拉完了，这一个网鱼货比第一个网要少一些，但是小剥皮就多一些。泥猛鱼就比第一个网少很多了，就上了这个小半筐而已啊。第一个网就上了满满的一大筐。其他的鱼货都差不多吧，但是上了一条这个黑鲷，还有金鲳鱼。金鲳鱼挺大的，黑鲷有个1斤多吧，金鲳鱼有个5斤左右，5斤到6斤差不多，还是挺不错的吧。但是可惜的是没有值钱的鱼货，没有值钱的鱼货就要价值少很多了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希望下一个网的视频，希望下一个网收获更好吧。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架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我是拿打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感觉放排钩就像是我们放大网一样，一上来的鱼货都是非常的大条啊，看一下这一条就知道至少要4-5斤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小条的鱼货能吃下这样的鱼钩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拿打彪哥。早上的2点钟啊，今天就不出海放网了，今天是跟别的船出海去放这个延绳钓，也就是排钩啊。今年第一次的另外的一种捕鱼方式，所以准备去尝试一下。虽然说放网捕鱼最近收获也挺不错的啊，但是给大家拍摄一下其他的捕鱼方式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去船上了，因为他们出发的比较早，一般都是2点出头就要出发了。然后我现在也是先去跟他们会合一下吧。因为船是停泊在渔港中央，所以我们就要靠这艘小竹排把我们撑到船这边过来，然后顺便也把鱼饵什么的都拿过来。今天准备出去放排钩的位置是比较属于外海的，比我们放网的位置还要远一些。已经是下到船上这边，然后现在准备把鱼钩装上鱼饵。今天用的鱼饵是这个皮鱼虾，而且都是要活的才能用。光买皮鱼虾的饵料都要花掉3000元了，也是说这种捕鱼方式的成本还是挺大的，而且开出去的海域也是比较远，希望能收获多多吧。今天是准备装20筐的这个延绳钓，总共是要2200枚的这个鱼钩，鱼饵就是用这些鲜活的皮鱼虾，而且规格都是差不多大的，把它们切成2-3瓣就可以了。这种皮虾平时钓鱼的话，用来钓石斑鱼是非常好的。有一些人就负责切这个皮虾，然后有一些人负责装饵，大家的分工都是非常的明确啊。光这个切鱼饵跟装鱼饵的时间估计也是要用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一般都是先装几筐之后把皮虾切完，然后一个开船，其他的就继续在后面进行装饵。但是也是要把这些全部的皮虾都给切完吧，因为毕竟要装到2200枚的以上的鱼钩啊。就是切成这样子，然后装到鱼钩上，皮虾还活着呢，而且鱼钩都是挺大枚的，应该是要出外海捕大货的。想起我上一次出海去放这种排钩，应该也是要过去2年了，应该要前年的时候了，所以眨眼间我拍视频也已经是2年了。把这些皮虾切完之后就准备出发了，一个开船，然后其他人继续装饵。好的，现在是准备出发前往外海的位置了。今天去的地方会比较远啊，比我们以往去外海放网的位置还要远一些。把切好的皮虾带到后面继续装饵。今天的天气并不晴朗，我们就没办法出海放网，所以我就跟他们这艘船出海放排钩。在渔港这边还感受不到风浪，等到出到海面去就会风浪大一些。
这样子大家都看到今天的风浪的吧？其实至少要6、7级的风浪吧。这船相对我们那艘出海放网的渔船就要大一些啊。转眼间2个多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啊，现在准备把铠钩放到海里面去了。要一下子把这2000多枚的鱼钩通通都放到海里面去啊！看一下这2000多枚的鱼钩能上多少大货上来。运气问题啊，捕鱼都是要靠运气的。跟我们放网捕鱼一样，都是要前后2个都做好这种标记，放一个浮漂下去啊。全部的钩放完之后，天也就开始亮起来了，然后就回头开始拉排钩了。全部放完之后就回头，从第一个放下去的排钩开始拉上来，希望能捕多一些鱼货吧，大货多多。节奏还是挺快的，而且感觉时间还是挺赶的，一直都是在干活啊，切饵、装钩，然后放钩，然后马上就要开始拉钩了，好像根本也就没有休息的时间啊。不过辛苦的同时也会有鱼货上来，马上也就上来一条大货了，这是一条白蜡鱼啊。辛苦的付出总会有收获的。再来一条白蜡鱼啊，这条相对就要比前面那一条小一点吧，也是要2斤多。而且天气并不平静啊，船是一直的摇晃，我们也是要站好扶稳来，安全第一。好像今天捕上来的鱼货以白蜡鱼为主啊。才刚说完，立马就来了一条不一样的鱼货，来了一条真鲷啊，大真鲷，这条至少也是要2、3斤吧。这一会儿上来的也都是大条的鱼货。这2000多枚鱼钩放下去，就好像是由2000多杆鱼竿都帮你钓鱼一样，就看哪一杆鱼竿会上货了。这条要大一些，这条也是白蜡鱼，这条要4斤多吧。而且今天的白蜡鱼看起来都是挺肥的啊，又大条又肥，不知道现在的白蜡鱼一斤多少钱。而且相对来说，这种放排钩的鱼货会比我们放网的鱼货价格会稍微贵一些。比如我们放网的白蜡鱼一斤能卖40块钱，那放排钩就可以卖45了。这一会上来的除了一条真鲷之外，其他都是白蜡鱼，但都是大白蜡。这样子来看，放排钩其实也是挺刺激的，你也不知道下一条鱼货会是什么，或许来一条海红斑或者值钱货呢。今天的排钩命中鱼货的效率还是挺好的，基本上10个钩至少要中个2、3条吧，而且都是大货，看一下。你看，一条刚解出来，后面又来了一条，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的好，比我们放网好多了。不过也不能说这样说吧，因为他们毕竟成本在这里。至少出一趟海的成本比我们高多了。这边是一条石斑鱼哦，黄丁斑，大黄丁斑，要把钩进去鱼肚的这个鱼钩给取出来，这条鱼才能活啊。而且这种属于石斑类的，基本也要活着的价格才会高一些。这没一会儿，鱼货已经这么多了，收获还是挺不错的吧。这边是来了一条黑鲷，这一条是黑鲷，不是白蜡鱼了。太高啊！感觉放排钩就像是我们放大网一样，一上来的鱼货都是非常的大条啊。看一下这一条就知道，至少要4、5斤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小条的鱼货能吃下这样的鱼钩啊。而且大家合作的都挺默契的，一个负责拉绳，一个负责把钩装回这个筐里面去，井然有序的，丝毫把这筐拉完都不影响下一次的干活。来了一条鳗鱼在那里飘着，看到没有？今天的天气阴阴的，感觉随时都会下雨，没有太阳出来，海面感觉也是特别的冷啊。没想到还钓上来一条西贡鱼哦，海面上是属于一种湿冷的感觉。这边没有刚开始那边上货上的那么勤快了，开始节奏慢下来了，鱼货也没有刚刚那么多了，不过这应该也属于是正常的吧。
再来一条大真鲷啊！这条也是要2、3斤。拉上来之后，即使鱼钩上面还有鱼饵，那鱼饵也是不要了的。后面是有一条小鳗鱼哦，海鳗。但是这种鳗鱼不好吃，浑身都是骨头，都是鱼刺。所以拉到这种小鳗鱼，一般都是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的。哇，连拉上来的19公都是特别的大条哦。差不多这2筐的排钩应该拉有个3/4过来了吧。这一个地方的排钩一系列是放了3筐还是2筐下去，然后就换一个地方重新放。又是一条这种小鳗鱼啊！这么抓这种鳗鱼的吗？又不好吃，这种没啥肉啊，也不值钱。不过今天这种大条的白蜡鱼还是挺多的，前面上的比较多，后面的排钩就上的比较少了，节奏比较慢下来。又是一条白蜡鱼，这条白蜡鱼也是挺大条了，看起来应该也是要4斤左右到5斤之间吧。先养起来，看它这样子上鱼是不是看得挺刺激的？而且上来的鱼货都是大货哦。鱼饵既然钓不上鱼，就放回海里面给鱼吃吧，别浪费了。看这一团白白的漂浮上来，就知道又是来了一条大货啊。今天的风浪太大，直接把自己的这些钓绳都给缠绕在一起了，也是要花点时间把这些钓绳给解开一下，不要缠得太乱了，才能继续拉排钩上大货。然后这边第一处的排钩就拉完了。第一个地方的排钩是放了3筐的这个鱼钩下去啊，总共是要300多门的鱼钩。不过上来的鱼货也是挺多挺大的，虽然没有特别值钱的鱼货，海红帮之类的，但是上来的鱼货够多，也够大条啊。然后现在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地方的鱼钩了，希望来一些值钱货吧。这样子，第一个地方放的3筐这个排钩已经拉完了，以这个白蜡鱼为主，上了挺多都是这种白蜡鱼啊，每一条都要3斤以上，3斤4斤的比较多，好几条要5斤，其中夹杂着几条真鲷，还有黄丁斑、19公都有啊。没有彩虹斑，值钱的鱼货不多，都是以白蜡鱼为主吧，黑鲷也掺杂了几条而已啊。然后现在是要过去拉下一个地方的排钩了，第一个地方也就这样子吧。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然后下一筐的排钩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我是拿着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关注，谢谢大家。